美国新保守派学者认为，中国挑战美国是历史错误，他错估了美国，更错估了中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美国历史学者、外交政策评论家凯根近日表示，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着他所谓的“美国陷阱”，也就是令对手低估美国。美国一旦行动起来，将能赢得任何战争的胜利。他在《华尔街日报》撰文警告中国称，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。凯根以一战和二战的历史为鉴，指出，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经挑战美国，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。他说，如果中国决定通过武统台湾来挑战美国，也会遭遇一样的风险。如果美中为了台湾爆发大规模冲突，你会发现美国的军工只是睡着了巨人，而不是年迈的昏睡病人。一旦美国人真的行动起来，他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生产军事装备和材料。凯根认为，如果说美国打败了日本，打败了德国2次，打败了苏联，现在没有能力对付中国了，我认为历史会再一次表明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那么，凯根嘴中的美国无敌论，在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时，还灵验吗？恐怕真的不灵验。首先，中国的产业链的健全程度远远超过美国。按照联合国工业种类划分，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种类的国家。以美国为首的后工业化国家，已经从产品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。中美贸易摩擦就充分体现出了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严重依赖。产业链越健全，应对战争时的抗压能力就越强。相比于美国，中国更容易建立起内循环来。如果中美脱钩，那么对中国的影响要比美国小得多。第二，中国的传统制造业是美国的很多倍。2022年上半年，美国制造业创造的 GDP 将近1.368万亿美元，而中国制造业已经突破了2.5万亿美元，提升至美国制造业规模的1.83倍。这还不能说明中国制造业的强大，因为美国制造业大多集中于高端产业，它创造的 GDP 更高。中国的钢铁、汽车、高铁、造船、石化等产量都在全球领跑。在涉及战争潜力的钢铁、水泥、炸药等产能方面，美国还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。真打起大仗来，一切科技产品都只是消耗品。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已经在折磨美军很多年了，航母排队维修，预警机和战斗机严重老化，造核潜艇的工厂连工人都招不上来。中美一旦开战，飞机掉一架就少一架，航母沉一艘就少一艘，那就是噩梦一样的场面。美国人现在连援助乌克兰的炮弹都生产不出来，造武器的火药都要从中国进口。所以，如果中国和美国都转为战争体制，那么中国武器想做多少就做多少，而美国人根本就办不到。第三，中国只在家门口打仗，美国要不远万里而来。中美一旦开战，美国的最大短板之一就是军事基地非常脆弱，而后勤补给线相当漫长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这些呢，几乎都是无解的。而解放军拥有更密集的火力以及更大的战略纵深。第四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内政，美国获得其盟友的支持非常有限。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危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，美国如果介入台海事务，那么能够向其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可能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。第五，作战样式的变化正在让美军传统的优势逐步丧失。美国军队最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打仗，但是打大仗的经验也就仅局限于海湾战争，后面的伊拉克战争、阿富汗战争打的都是治安战。其实，随着反舰弹道导弹、高超音速导弹的崛起，天基卫星侦察网络的成熟，
无人作战平台的大量使用，未来的大国战争，特别是海空作战的主要特点就是发现即摧毁。以航母为支柱的美军正在变成活靶子，用航母欺负中小国家是一回事儿，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战力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，凯根所提出的美国无敌论，讲述的是历史，而不是现在和未来。如果他把中国当成未来的主要对手，那么情况很可能反过来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